幅繁华，榜上名别昏花，试问谁人留下？雪一出心寒，缘分一线之差，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，千言难尽，唯有远赴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走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一生记挂？歌名在喧哗，渡人千台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请瑞王恕罪，在下与明叔实非兄妹。明叔姓简，乃是江陵富商简金海之女。江林简家，可是去岁秋末江林灭门惨案的苦主。若本王没记错的话，此案是以通匪结案。通匪乃是污蔑，妾以为简家之所以遭此横祸，或因其手里有能证明恩师清白的证据。若是依你猜测，江林府上下官员恐怕都有问题。此案牵涉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回瑞王，小生手里没有任何证据，故也不敢妄自声张。但依我猜测，明叔落崖那天，定是听见或看见了什么，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可惜他得了离魂症，失去了记忆。有道理，简明书很可能是此案的重要证人，他的身份不宜过早暴露，否则恐会引来危险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听闻本王已接任大理寺卿之位的消息，才与本王说这番话呢？陆某欺瞒瑞王，甘愿受罚。只是自陆某和瑞王相识之后，陆某发觉瑞王为人刚正，颇有仁者风范，属实难得。陆某心生仰慕，早就有了臣禀之心，更希望瑞王能给陆某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让陆某能进大理寺亲手查清此案，为恩师洗冤。陆长啊，你看着清傲，骨子里狐狸一只。瑞王谬赞，小生受之有愧。你今日欠了本王这个人情，待殿试放榜之后，便来到本王身边，做大理寺司正，好好为本王效力吧。多谢瑞王。各位娘子，我们花郎阁义卖的第一件饰品，就是我手里的这个彩凤朝阳。它寓意特别好，这凤首啊用了西域的红宝石，那这通身呢是刺绣工艺，最是高贵大气。我们底价100两，是啊，大家竞相开价，价高者得。哎，开始，我出200两，280两。我出这300两。陆明书是怎么拍照瑞王妃的呀？据说从前是瑞王妃的闺中伴读。伴读？给瑞王妃请安。原来是江公子，淑君，还请江公子注意分寸，女子归名岂容你教？淑君，我知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今日来此，我便是为了给你好好赔个不是。之前所为，皆为人言所惑，
事后回想，我只觉追悔莫及。今日若不能祈求你的原谅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江公子向来洁身自好，爱惜羽毛，如此高洁之身，何错之有？淑君，您莫要打趣我了，我真的后悔至极。大王您能亲临义卖会现场，亦是对王妃的支持，王妃定然会十分欣喜的。淑君，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誓言吗？你住口！喂，是你毁弃婚约，始乱终弃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殷淑君还像往日那般天真，因为你的几句花言巧语，就可以原谅你的无耻行径？我还要多谢你的不娶之恩，我才能和瑞王喜结良缘。殷淑君，殷淑君，你放手！放手！大胆！见过瑞王，小生只是……瑞王别误会，小生只……对王妃无礼，当如何处置？轻则罚跪刑杖，重则斩首。瑞王，瑞王，小生不敢，小生只是与瑞王妃叙旧罢了。瑞王饶命啊！冒犯王妃，便是冒犯本王，绑住手脚关起来，通知江府过来领人。日后江家之人，永不得入我王府。是。淑君，淑君。大王，我未想到王妃对你我姻缘如此满意，我竟未能看出。恭喜曲娘子获得紫凤冠，善款350两，登记在册。恭喜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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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淑娘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呀？娘子何事？这事关闺中隐私，不便人前询问。明淑娘子，这义卖首饰当中，可有男子之物啊？有啊，这首饰玉佩应有尽有。太好了，我家郎君亦在此处，便想着劳烦明淑娘子代我挑选吧。既如此，还劳烦娘子告知他的为人喜好。好一幅山水画，此人定是才华惊绝啊！娘子好眼光，宋公子可是共生第2名呢。原来卢娘子的情郎是宋公子啊！等着啊！我看这款就特别好，上面的寓意与此花正相配。只是无人竞拍，只能一口价了，500两。多少？你讹人呢吧？绝非强买强卖，就看陆娘子愿不愿为春仲出力了。你说，卢娘子，这春仲事关国体，我们卢家定会出一份力的。你放心啊，别说500两了，就算是1000两，我也愿意。1000两？卢娘子慷慨解囊，真是义薄云天，宋某佩服。刘娘子，啊，将卢府善款登记在册，1000两。那可否让我跟宋公子单独聊2句？卢娘子，凭你我之交情，若是单独相处，只怕会引人误会。有什么事，不妨当着明淑娘子的面说。啊，就是，卢娘子身为贵女，怎能忘了男女之大防呢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跟宋公子切磋下丹青。打开，那
这幅画的确是宋某去卢府拜会时所作。不过除此之外，在下与卢娘子并无其他瓜葛。况且我已心有所属，望诸位莫要误会卢娘子。本想倒贴宋公子，却被直言拒绝了。唉，卢娘子，您的玉佩。今日义卖简直太成功了！哎呀，还得多感谢我们清沼啊！那卢娘子一见你，豪掷千两啊！你说，适才当众所言，只是为了婉拒他人，你切莫给自己太多压力。我懂，既然说了要像往日般相处，就不用太顾及我的感受，这样反显身份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便放心了。今日义卖如此成功，不如我们找家馆子庆祝一下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收拾的了，不如你们先去吧。哎呀，那就拜托你了，妍莹。去吧，走吧。兄长竟被瑞王惩罚，江家如今越发落魄，我这医院可怎么办呀？记得这位公子曾在品酒会上拔得头筹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纵使寒门又如何？350两，400两，1000两。今天光是卢娘子就捐了1000两啊！是呢，娘子放心，我会记下的。元英娘子，明书呢？已与宋公子出去了。今日宋公子当众说自己有心仪的人，明眼之人皆只是为了明淑娘子。大王尝一下这个甜汤吧。啊。今日多谢大王为我出头，替我警告江氏。你我也是夫妻，本当同体同心。他出言冒犯你，等同冒犯我，何解之有啊？本王只是好奇，王妃可曾后悔与那江文瑞相识？后不后悔，时光都无法重来。与其懊悔，不如放下。那你放下了吗？虚伪小人，不值得留恋。只是那个不顾一切、敢爱敢恨的殷淑君，也留在那段过往里了，对吗？大王，过往之事，淑君已尽数放下。往后，淑君就是大王的妻子，定将恪尽己任，做好大王的贤内助。还请大王放心。可我要的不仅有这些。既然你也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
什么时辰了？哟，家里进猴了，这么厉害呢？哎呀，阿兄放心，清照都送我到巷口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要不要上来坐坐？上面风景怎么样？嗯。这人在高处看的是不一样啊。你喜欢宋清照吗？啊？喜欢是喜欢的，但也未至谈婚论嫁的地步。阿兄此言，可是要我日后避着他些？我的大小姐，你不用避着任何人。你喜欢与谁交往是你的自由，连阿兄也无法干涉。阿兄，你刚才那个眼神，好温柔啊。若你还未对他许以深情，可否请你先不要着急答应他？我是说，或许等我入世了以后，在朝堂站稳了脚跟，对你的姻缘更有利。那就算我心悦于谁，我也不可能拿阿兄的功名当筹码啊。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但是，能不能请先答应我？我想想吧。你还要想？等等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在上面？你赶紧放我下去。陆长，你怎么欺负人呢？留我一个人在上面。你唤我什么？你就赶紧放我下去，不然我跟阿娘说你欺负我。阿娘，阿娘。那你要先答应我。哎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也跟清照约好要如往日般相处了。当真？我骗你干嘛？你说那个小娘子在花郎阁义卖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你说她一个商户女子，整天在外笑脸相迎的，怎么与咱世代的书香门第相配呀？我一直以为我儿眼高于顶，竟未想到他看上这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小郎今日当众说了心有所属，那可是迷了魂了。这以后我看他这是自绝后路。像他这样，今后如何给他争录别家女子啊？夫人，你也莫急，咱劝不动小郎，咱不如从那小娘子身上入手。明天我亲自出面敲打敲打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门当户对，少在那儿白日做梦。也好，那就有劳孙嬷嬷了。放心吧，啊。你小心点啊。多谢你啊！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锤子，谢谢。告辞。我送送你啊。
魏大哥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啊？雨晴，方便进去说话吗？陆大人，贫家无好茶，请自便。好，雨晴，咱们这一别，差不多也有18载了吧？这些年苦了你了。你是为2个孩子来的？不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可不是来和你争子的，只是前几日在松陵书院，我见到了陆长和明书，这2个孩子可着实的聪明啊！你把他们俩教养得很好，陆某有愧于你。他们是我自己的骨肉，我当然应该用心教导。你不必谢我，也不必觉得有愧于我。陆长，儿时的时候我还瞧过姐，可明书那孩子，我们2个分开的时候，你刚有身孕，这孩子我可是一眼都没见过。今日来此，到底所谓何事？雨晴啊，我看这2个孩子好像还不知我这个生父尚在人世啊。是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父亲已经亡故。雨晴，你这是……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告诉他们？我该怎么告诉孩子你的身份？我们成婚之时，我不知你是陆家幺子。分开之后，你已再婚。如今重逢已18年，我竟不知你如今已是高高在上的尚书令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说？陆文翰。陆娘子，您是？我是镇国公府的管事嬷嬷，宋夫人身边的陪房。原来是镇国公府的嬷嬷。既然来了，进去喝杯茶。不必了，就2句话说完就走。陆娘子聪慧，想必也明白我国公府是怎样的府邸。小郎的亲事自有宫中贵人，还有老国舅爷看着。将来所娶的女子呢，定是京城的名门闺秀。娘子还望体谅我们宋夫人的一片苦心，离我们家小郎远一些。否则呀……否则什么？你屡屡提及门第之差，可在我眼中，皇亲贵胄与黎民百姓同怀尊严，并无高低贵贱之别。你若用这套话唬我，还请速速离开，好走不送。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娘子，今天我索性就把话讲白了。以你的家世，即使你阿兄官居1品，也配不起我家小郎。望你好自为之。说我就是要嫁你家小郎，你奈我如何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！你家里就这么教你规矩的？哈，果然是寡妇教出来的女儿啊，有娘生没爹养的。那我就替你爹娘教育教育你。你这老妪，回去告诉那个宋明杰老匹夫，我陆文翰的女儿，皇家都嫁得，他宋家算什么？有什么嫁不得的？滚！走。
也万事给你做主。如果你真的想嫁那个宋家的公子，我一定让他3书6礼的前来迎娶你。不，他不想。阿兄，此人说是阿爹，但咱阿爹不是已经……晚辈家中还有事，恕不招待陆尚书了，请便。陆长，陆长，说起这段孽缘，还得从20年前说起。当时，我是宣州的一个绣娘，为了逃脱家中的婚事，被你父亲救起。当时的陆文翰是世家大族陆家嫡子，因与你祖父置气，离家出走，多年未曾回家。阿娘当时并不知他身世。他隐瞒身份，与我在芜湖成亲。阿昌4岁那年，我又怀有身孕。不久，芜湖突遭大水，当时的他在益州任上，我们母子经历生死，才逃脱险境。阿娘当时怀的孩子是我吗？那个孩子自然是未能保住，可也只能将错就错了。不是你，是谁呢？之后啊，我就四处打探陆文翰的消息。2年之后才寻至陆家，却得知他另有身份，早已在京城另娶妻房。我一气之下带着你们去往江里，之后再也不曾去找过他。阿娘，他既然无情无义，我们就当他从未来过。这话也全然不能这么说。今日我从他口中得知，当初他并非没有寻过我们母子，只是误以为我们母子已经离难，又适逢你祖父病危，这才回到陆家接掌家业，奉命成婚。我与他已经无情无怨，不再有瓜葛。可你们不一样啊，这个父亲要不要人，你们自己拿主意，我不干涉。今日起，这个牌位啊，也不必放了。我以前是阿娘的儿子，今后也只是阿娘的儿子。阿兄说的对，干嘛看别人脸色过活？咱娘仨就把日子过好了。你看，如今阿兄已经出人头地，女儿也把花郎阁做得有声有色的。我们以后好好孝敬你，不比那个什么陆家主母逊色。阿娘睡了。阿兄，在我面前，你可以不用强撑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不痛快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告诉我便是。
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父亲并没有死，只是没想到他是当朝尚书了。阿兄竟知道？那年我4岁，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天阿娘带我来到一户高门人家，说是要找父亲，结果自然是被人赶出来。阿娘当时哭着拉着我走，让我不要回头。这些年，父亲的牌位放在那里，我知道这是阿娘的决心。我不戳破他，阿娘也从不诉苦。但我知道这些年，他吃了多少苦。阿兄又何尝不是呢？我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也知道阿兄早早就担起了照顾家人之责。阿兄这双手受了多少苦，你又每次都独自承受着，你这样我也心疼啊。所以，即便他位高权重，对于我来说亦不重要。我有你和阿娘就足够了。倒是你怎么想？我许是失去了记忆，我回忆不起来往日种种。对那个陆尚书，我既无激动，亦无愤怒。我甚至觉得，我爱爹不该是那样的。但是他不是那样的话，他该是什么样的呢？他。没关系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跟你是一样的，你和阿娘是最重要的，找不找父亲无所谓的。今日只是来得如此突然。若未来更有意料之外之事，你可承受得住？比如呢？我是怎么跟你讲的？这个陆文翰当年在京城，他就是横的。为官几十年了，老奸巨猾。当年父亲见他，也得叫声陆老弟。你说，你惹他干什么？那我哪里知道，陆长兄妹会是尚书令流落在外的子女啊？那即便是如此，就算是那个陆明书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也改变不了他出身市井的事实。哎呀，我说，这句话只能在家里边随便讲讲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能出去再造次了。我看，你还是带孙嬷嬷上他们家登门道歉。我要道歉也是跟明叔道歉。母亲，你派人羞辱明叔，以势压人，如此行径岂是国公府主母所为？你竟然为了那样的女子来指责母亲？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此事受委屈的人是明叔，与他是不是尚书令之女毫无关系。明叔善良懂礼，理应受到尊重与善待。母亲要是再次欺辱明叔，孩儿绝不原谅。你给我站住！那个陆明书有什么好，让你这样对母亲说话？你看看他！我看什么看？都是你惯的。这话说回来了，这陆文翰官至尚书令，朝廷位置摆在那儿呢。
既然陆娘子是他女儿，我们宋家能说什么？上门道歉的事情，你还是想想吧。我说你怎么说变就变，什么上书不上书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野丫头做我的儿媳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青梅，青梅，给我收拾行李，快去给我收拾行李！这个家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尚书令，尚书令，哎呀，请留步。宋副使有何事啊？陆公啊，前段日子我们家老奴冲撞了恋爱的事情，下官已经知道。我们夫妻俩确实是不知道内情啊，就冒犯了陆公。对了，我们家老奴我已经家法伺候了，希望陆公啊，还是不要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边。宋副使啊，你有这道歉的功夫啊，不如回家好好管管你的家人。老夫的掌上明珠自然会捧在手心里呵护着，何须你们镇国公府指手画脚？告辞。哎，我，诸位，一会儿进殿，在御前要谨言慎行，莫有无状之行。圣公万福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都是我大安将来的国之栋梁，不必拘礼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古人有言：“夫法度者，天下公器，不可不慎。”吾大安自有制度，依归在明察秋毫，秉持公正之心，治国安民。故而朕想问问诸位，这旧案是应为旧判，还是重审？各位共识可畅所欲言。事无恒常不变之法，任何法度皆须依其所处时事裁度。旧案有一若固守，恐有冤者不得昭雪，重审以正视听，方能警示后人。执法理应严明，法度公正，才是民心之所向。不错，哈哈哈，好啊，好一句民心所向啊！若是因官吏渎职或奸人构陷，致使无辜者蒙冤，世风岂能安宁？所以，你方才所说的法度常新，正是治国之道啊！好，好啊！陛下谬赞。陛下，学生游历有所获，天下之大，难免有冤假错案。若专司重审，权衡轻重考量，严执法而勤查冤，由此设计，定可长治久安矣。学生看法与宋共识一般，且斗胆谏言，总括以3种方略：其一是为广开言路，使冤情得以上达天听；其二严惩诬告，彰法令之威，绝效尤之念；其三修明律例，严斥法司，以使刑狱清明，如此则冤滥不生。法者，天下之公器，平冤正法，定能彰显陛下仁德，稳固社稷。朕已听完诸位方才的策论，现宣布前3甲。获得此次科举考试的状元，便是
这是要做什么？今日是前3甲，骑马游街的好日子。那满大街，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，谁不想一睹状元郎的风采？我自然是要替阿兄敷粉簪花，打扮齐整。哎呀，满街都是施粉带花的公子，阿兄岂能落后于人？别动，别动啊！好了，忘了口吃了。这个就不用了吧？好香啊！别动，把脸都弄花了。阿兄当真是唇红齿白，没不说话。阿兄，最后一步，刚刚好。旗飘车马过，瞬间一幅繁华。榜上名别昏花，试问谁人留下？水一出心和缘分一线之差，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。千言难尽，唯有缘负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走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一生记挂？和你在喧哗，渡人间太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无声客，春秋的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文化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满天地有情，尘缘不休。随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，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流瘦。一起于人间，繁华与错落。灯熄一剑浪，凭原地因果修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到尽头，可归与否？一种情度流年，皆心中迷惑。数尽漫漫长夜，数不尽对你思念的轮廓。若海上月一圆，可
生